赵丽颖凭什么云和断层第一？8年改写命运，她的传奇无人复制。2025年5月，一部《造成者》杀青，赵丽颖以短发造型再现基层干部形象，全网沸腾。而在此之前，云和数据增放出数据，赵丽颖主演剧集累计云和播放量突破850亿，断层领先同期演员超300亿。网友惊呼：这女人连呼吸都在破纪录！双引号。但鲜少人知，这个收视女王的登顶之路，竟是从一场全网群嘲开始。850亿播放量背后的赵丽颖法则。2017年，楚乔船横空出世，沙漠滚沙，零下打戏，瘦成纸片人的赵丽颖，用一句"我要带你们回家"点燃观众热血。单日播放量3亿，热播期急均2亿，创下云和历史最高纪录，至今无人打破。此后8年，她以精准选剧加极致演绎杀出血路。知否？开播6年仍稳居榜单前10，长尾效应堪称内娱活化石，网友戏称电子榨菜界顶流。风吹半夏，素颜增肥演活90年代女企业家，单平台播放量40亿加，被广电总局评为年度标杆。与凤行、仙侠回归即登顶，云和首播3421万，热度破3万，被 Netflix 抢下全球版权。更恐怖的是，他是唯一手握16个收视年关，并实现腾讯、爱奇艺、优酷、咪咕4平台热度破万的演员。当同行还在争流量时，他已用8部主演剧、4部央卫年度前10的成绩，写下赵丽颖级爆款的行业神话。奖项大满贯，从流量小花到国家级认证。2024年，赵丽颖凭借《风吹半夏》同时斩获飞天奖优秀女演员与金鹰奖最佳女主角，成为10年来首位双料视后。颁奖礼上，她以流利英语剖析角色美学，台下媒体录音比红灯齐亮。这一刻，她彻底撕掉古偶标签。回看她的奖杯之路，堪称逆袭教科书。2015年，花千骨黑化系封神，却因仙侠题材与主流奖项失之交臂。2022年，幸福到万家抡板凳砸村霸，农村剧演技被央视赞为天花板级。2025年，造成者未播先火，预告片中贪图造成的坚韧身影，已预定了下一座奖杯。从金鹰女神到飞天视后，从流量争议到演技盖章，她用实力证明，真正的演员不需要人设，只需要作品。她如何改写85花生存法则？当同期小花还在古偶赛道厮杀，赵丽颖早已完成3连跳。1. 类型破壁，从仙侠花千骨、宅斗知否到商战风吹半夏、基建造成者，她拒绝舒适区，甚至主动为角色增肥、素颜、学方言。2. 题材赋能，主演剧集覆盖改革开放、女性成长、城镇化建设等宏大命题，被官媒评价用作品记录时代。3. 国际破圈，与凤行登陆 Netflix 后，海外观众为东方仙侠美学疯狂，有外媒称，它让世界看见中国剧的厚度。更狠的是，她以一己之力打破圆脸部能当女主的潜规则。2013年《陆贞传奇》开播时，导演曾直言，她的脸型不符合主流审美。结果该剧收视破2.7%，直接将她送上金鹰女神宝座。如今，圆脸成了观众缘代名词，她不是迎合规则，而是创造规则。观众为何独爱她？答案藏在一滴泪与一把沙里。有人说，赵丽颖的演技是刀尖上跳舞。楚乔传中，沙漠濒死戏拍完后，她因脱水晕倒，却坚持不用替身。知否里，大婚掀盖头时那一笑，被网友制成反 PUA 微表情教程。风吹半夏中，她走访20个农村合作社，只为精准拿捏女企业家的市井气。观众从她身上看到的，不仅是角色，更是一个普通女孩的极致坚持。非科班出身，被炒土气，经历全网黑，她却用16年时间从新海猪鸭还晴儿走到奖项。
大满贯事后，正如网友所说，他像楚乔一样厮杀，像明兰一样蛰伏，最后活成了许半夏，把人生炼成了钢。双引号，造成者杀青短片中，赵丽颖在滩涂上扛着铁锹，身后是万丈高楼平得起，弹幕刷屏，这才是大女主。而此时的她早已将目光投向更远处，我要做的不是顶流，而是跨越时代的演员。双引号，或许当内娱还在争论数据与演技孰轻孰重时，赵丽颖早已用990亿播放量和一柜子奖杯写下了答案。在中国娱乐圈中，有不少女演员靠外貌迅速走红，也有不少演员昙花一现，而赵丽颖作为85后女星中的代表人物，却用16年的坚持与拼搏，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逆袭之路。她的成功不仅是演技的胜利，更是一种人格的力量，是平凡女孩凭借努力一步步攀登高峰的真实写照。2025年，造成者杀青，赵丽颖以一身短发干练造型再度亮相基层干部形象，让全网为之沸腾。而在此之前，云和数据显示，她主演的剧集总播放量突破850亿，遥遥领先于其他同期演员。这不仅是一个数据奇迹，更是她职业生涯的荣耀勋章。从被质疑圆脸不适合当女主，到如今成为拥有16个收视年关的顶级演员，她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坚定。回顾赵丽颖的代表作品，楚乔传让她一举打破流量天花板，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已经占演技让她稳坐榜单多年。风吹半夏中素颜增肥颜女企业家，收获口碑与奖项双赢。与凤行更是进军国际市场，登陆 Netflix， 展现了中国仙侠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作品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她多年来对剧本挑选的精准眼光和对角色演绎的极致投入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早已跳出古偶小花的舒适圈，尝试各种类型题材，从古装、家庭、农村剧到商战、基建题材，无一不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幸福到万家中，她为正义挥板凳；造成者中，她扛着铁锹奔走滩涂，每一个镜头都刻着她对角色的敬畏与热爱。她的演艺路并非一帆风顺，出道初期常被炒土气，被质疑演技，甚至曾因花千骨错失主流奖项。然而她不怨不悔，一步一步磨练自己，用风吹半夏同时夺得飞天奖和金鹰奖最佳女主，成为10年来首位双料视后，彻底摘下流量小花的标签，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转型。赵丽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成长、坚持与蜕变的传奇。她没有背景，没有科班出身，但她有的是不服输的精神和对表演的热爱。她的成功告诉我们，真正优秀的演员不需要炒作，不依赖流量，靠的是真诚与实力。如今的她不只是顶流，更是新时代中国女演员的典范。赵丽颖用一滴泪、一把沙，演出了千万观众的共鸣。她不是迎合规则的人，她是制定新规则的人。这样的赵丽颖值得被尊敬、被铭记、被喜爱。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电影更需要传承和王一博这样的新鲜血液。中国电影华表奖的帷幕已然落下，然而在这盛大的颁奖礼中，我们的年轻演员王一博却是闪亮的焦点。尽管他才刚踏入电影圈第3年，便已获影帝提名的殊荣。华表奖每2年评选1次，参与的影片不计其数，提名影帝的竞争者仅有2人。如此年轻的王一博，是否能承载这份沉重的荣光呢？倪萍前辈对此评价道：“小王一博遇上了劲敌，他的表现相当出色。如果你这届碰到的对手不一样，他王一博早就赢了。”这里的劲敌正是华表影帝的获得者张译。被资深前辈如此高度认可，王一博的演技可见一斑。在华表奖颁奖典礼上，他与老一辈的明星成龙、章子怡同台演出，共同为中国电影的120年献上了敬意，令人动容。央视的6公主官博这样发声：成龙、章子怡、王一博、
这3位演员分别代表了中国电影不同的发展阶段。今晚，他们用各自的故事来纪念这120年。王一博作为代表90后群体的华表奖影帝提名者，肩负着不言而喻的意义和分量，和前辈们同框的瞬间更是倍显荣耀。然而，网络上总有人故意找茬，似乎暗示王一博若未能摘得影帝该如何如何。但他们似乎忽略了，华表奖每2年一次，竞争激烈，提名中仅有王一博这样的年轻新秀。此外，这才是他电影生涯的第3个年头，4部作品已在大银幕上闪耀。他获得了观众的热爱与业内的认可，还几乎包揽了金鸡奖与华表奖的主流提名。更重要的是，王一博凭借个人的努力，完全靠自己无背景、无资本的在这个行业打拼立足，实实在在的票房佳绩与观众口碑跃然成名的零背景成就，以及在零资本的情况下获得的华表影帝提名，王一博仅27岁，已斩获银杯，并取得金鸡与华表的提名，这份傲人成就，无疑让人期待他的未来之路将会如何精彩。在光影交织的电影世界里，每一个闪耀的名字都凝聚着岁月的淬炼与初心的坚持。华表奖的帷幕虽已落下，但其中的一束光依然令人难以忽视，那就是年轻演员王一博。他没有耀眼的背景，没有资本的护航，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在短短3年间，于中国电影最权威的殿堂之一华表奖上获得影帝提名。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演技的肯定，更是一代新生代演员崛起的象征。正如倪萍前辈所言，小王一博遇上了劲敌，他的表现相当出色。这句评价不仅点出了竞争之激烈，也透露出他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在华表奖120周年特别环节中，王一博与成龙、章子怡2位影坛巨星同台献礼，共同书写中国电影的历史与传承。这一幕不仅令人动容，更象征着中国电影3代人之间的接力与延续。而作为90后代表的王一博，在这片舞台上站得住，挺得直，他的出现为沉淀已久的中国电影注入了一股鲜活的力量。王一博的可贵之处，不只在于奖项的提名，而是他在零背景、零资本的起点上，以踏实的演技和认真的态度，一步步走上大银幕。从无名长空之王到维和防暴队，他用作品在说话，用角色在证明。他不是一时的流量，而是正在被时间验证的演员。当然，外界的质疑从未停歇。在这个信息膨胀、节奏飞快的时代，每一个快速崛起的名字都会伴随喧嚣与争议。但王一博最让人敬佩的，正是他不回应流言，不依附光环，而是选择用一部部电影，用一个个角色去回应。正因为此，他才能获得观众的喜爱，也赢得了业内的认可。电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舞台，而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创作。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国电影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批有实力、有理想的年轻演员正在成长。他们不再只是娱乐的代名词，而是艺术的承载者，文化的传播者。王一博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未来尚远，路亦漫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更多光影交错的日子里，王一博会带来更多令人惊艳的角色与作品。而这份被时代选中的荣光，也将因他的坚持与热爱，变得更加厚重而深远。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